Can you imagine that？ 当2007年尼桑在 Tokyo Motor Show 推出 GT-R R35的时候，那个时候997 911还是一个新车。So 997 911之后就到991 911，再到992 911，而 GT-R 还是那个 GT-R， 不过它已经不是那个 GT-R 了。所以我现在人就在 Craft Lab Asia 工作室这边，在我身旁的这个就是2019年的 Nissan GT-R Nismo。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GT-R 常有 ，Nismo 不常有。改装过后的 GT-R 常有，但是原装的 GT-R 非常的罕有。所以今天这一集呢，要非常感谢 Craft Lab Asia 工作室。So Craft Lab Asia 的主要服务有 Wraps、Paint Protection Film、PPF， 还有 Car Detailing。Craft Lab Asia 他们强调的是，他们用很好的 material， 还有很好的手工，所以也叫 Craft Lab， 就是一个强调 craftsmanship、强调手工、强调工艺精神的一间汽车美容工作室。So Craft Lab Asia 的这个服务的价格从1000多块到1万多块都有。So depends on 你要怎样子的服务，你要怎样子的 package。So let's move on。从2007年到现在，尼桑 GT-R R35 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升级改款。There are so many GT-R. Which one is this expensive one？ 如果你曾经在 Used Car 网站上面去打尼桑 GT-R， 我相信你都有 click 过 Low to High 这个function， 就是去看最便宜到最贵。So this is the highest, one of the highest。一辆全新的 Nismo GT-R 要英镑175千，换算到马币大概是100万左右，而且这个只是税前售价而已。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价钱知道，这个 Nismo GT-R 它比一般普通版本的 GT-R 贵了很多。而在我身旁的这个 GT-R Nismo 啊，最大的辨识度就是它用的 Carbon Fiber Front Bumper， 整块都是 Carbon Fiber 的，而且这个 Craft Lab Asia 为它加入了这个8mm的 PPF Paint Protection Film 保护膜，所以它只有8个 mm 就 0.2mm 啦，非常的薄，你甚至根本感觉不出来这台车子是上了 PPF 的。Nismo 是 Nissan Motorsport 的缩写，那顾名思义 Motorsport 就是 Nissan 的赛道部门，它的角色有点类似于 AMG 和 Mercedes、M 和 BMW 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东瀛战神的心脏。哇哦 ，This is rare， very 罕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 Nismo GT-R 的心脏。所以啊，跟一般标准的 GT-R R35 不同的是，这个 Nismo 版本呢，它就导入了很多来自 GT3 赛车部门的一些技术。像最简单的呢，它就直接是用了 GT3 赛车的这个涡轮增压器，所以它从11个叶片变成10个叶片，然后叶片的厚度从 0.8mm 缩小了 0.3mm 来到 0.5mm。再来，它虽然同样是这个 3.8 L V6 Twin Turbo 的 VR38 经典的 VR38 引擎，但是它的动力输出就来到600 PS 和652 Nm。6DCT 双离合器变速箱的 upshift 升档速度也提升了 0.15 秒。当然我知道大家都知道 VR38 引擎的 limitation 远不止于此，它可以炸到1000多匹都是可以的。But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stock， 我们讲的是 original factory 原厂的马力就有600个 PS 了，所以叫它东瀛战神不是盖的，因为它不只是动力数据啊，你看 Nürburgring 的 lap time record 它都是可以打趴 even 是这个 488GTB、McLaren 720S、812 Superfast 等等都不是它的对手，所以 GT-R 叫东瀛战神不是叫假的。GT-R Nismo 的这个 VR38 引擎套上了红头引擎盖，然后在上面有着这个 Nismo 的名牌，而不是每一辆 GT-R 都可以上这个 Nismo 的。再来啊，这个 Nissan VR38 引擎呢，这边有着 Hand Built by Tsunemi Oyama， 所以在日本呢，全世界只有5个合格的 Craftsman Takumi 工匠
可以组装这个 VR38引擎。而在日本社会啊，你必须要工作超过6万个小时，而且是工作30年以上，你才有资格可以成为一个 Takumi 匠人。所以啊，这个 One Man One Engine 的名牌也就让到这个 GTR Nismo 更加的珍贵。这个 Nismo 版本的 GTR 呢，整辆车子用了非常多的 Carbon Fiber 结构，像是它有 Carbon Fiber 的 Front Bumper、Carbon Fiber 的 Side Seal、Carbon Fiber 的这个 Air Vent。这一个 Nismo GTR 呢，它有 Carbon Fiber Rear Spoiler。它是由 Nismo 赛车部门所设计，能够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增加车子的下压力，让车子的重心更加的低。它的 Trunk Lid 整片里面都是 Carbon Fiber 全碳纤维的，你一打开就看得到了的。再来，它的 Rear Bumper 这边啊，整个都是 Full Carbon Fiber 的，它能够提升车子的空气力学效益，改善空气导流系统等等。而且这边用的是 Full Titanium。全钛合金的 Dual Exhaust System， 然后它有4个排气管，能够提供 GTR 独有的那一种澎湃的声浪。而讲到设计方面啊 ，GTR being a GTR， 它有 Legendary 的4元尾灯，让你唤起 R34还是以前 GTR 的那一种回忆啊，就是它的 Heritage 在这边。Badging 方面呢，它有3个 badge， 第一个就是厂牌。Nissan， 再来旁边有 GTR 的 logo， 而这台车子的重点就是这个 Nismo 的 logo， 最后一个字是红色的，因为 GTR 本身已经是一个相当 hardcore 的车款了 ，Nismo 的 GTR 又是 hardcore 当中的 hardcore。最新版本的 Nismo 呢，它甚至连它的车顶、引擎盖还有旁边都是用了 Carbon Fiber 的部件。再来，这个 GTR Nismo 还有一个非常诱人、非常可口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它的这个 Sport Rim， 它是全世界限量100套的 Nismo R35 BBS Limited Edition 锻造轮圈，它是 based on BBS RIF Forged Aluminium 的这个款式来打造的 GTR R35 专属款。而除了这个轮圈之外啊，它同样用了这个 Dunlop 为 GTR 独家打造的Dunlop Sport Max GT 600D SST CTT 轮胎啊。除了 Sport Rim 跟打压之外呢，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 Brembo Carbon Ceramic 碳陶瓷刹车盘。这个 Nismo 用的 Carbon Ceramic 啊，是日本量产车史上最大的刹车盘了，前面就410mm， 后面390mm。所以这个完全就是超跑等级的一个 brake， 还有一个黄色的这个 Special Pen Yellow Brake Caliper， 它这个特别的颜色在1800度下都不会变颜色，所以它整个 One Piece 啊，整个东西就是一气呵成，完全的非常适合这个 R35 Nismo。Like a dream come true。说实在话，我虽然在过去试驾过了不少的 supercar 超级跑车，不过坐在这个 GTR Nismo 里面呢，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梦想成真的感觉。因为比起那些超跑啊，这个车子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你要找到一个 GTR Nismo， 而且是没有动过手脚的哈，原装来的 Nismo GTR 是非常的罕见，因为这辆车的价格也差不多在1个 million 以上了，所以会花1个 million 以上去买 GTR 的人，你可以知道到底是多么的这个特殊啊，多么的有格调啊。所以这个因为是 Nismo 版本的 GTR 嘛，那首先 GTR 是一个在2007年就推出的车款，但是呢，Nissan在2017年的时候对 GTR 做出了一次相当大程度的改款。所以基本上它的整个中控台都是新了的，新的 steering wheel， 新的中控台，双层的设计，荧幕也是换上了新的荧幕，然后这边多了冷气出风口，然后圆形的冷气出风口就剩在左右两边，那这也是主要是整个格局上面的不同。这个8寸的中控台荧幕支援 Apple CarPlay。而因为它是由 Gran Turismo 游戏开发商参与设计的，所以它提供5个 Custom View，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赛道的模式，你要去调整你要怎样去显示啊，你的 G-Force 啊，你的 Cornering 等等，都可以透过这个荧幕来显示。这是一个 Nismo 版本，所以它有 Alcantara 的 Steering Wheel， Pedal Shifter，
Alcantara 包裹的，整个 dashboard 都是，下面有皮革跟红色的缝线，还有这边有 Nismo 的 Gear Shifter， 这个红色包裹的，再来还有红色的 Nismo Meter， 还有 Nismo 的名牌在这边，而且整个Center Console 它都是 Carbon Fiber 的，不是 sticker 啊，真的是 Carbon Fiber 来的。再来，整辆车子最大的亮点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Recaro 和 Nismo 共同开发的这个 Recaro Sport Seat 这个运动化座椅，而它后面也是 Carbon Fiber， 而且在 Carbon Fiber 的前面用的皮革、红色缝线，还有红色的 Alcantara， 再加上 Nismo 的刺绣在这边。然后它的 carpet 这边呢也是有 GTR 的 logo， 还有 Nismo 的 logo。所以我现在轻轻的 start 一下 engine。Legendary。一种东瀛战神的咆哮声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它虽然是一个 track car， 但是它强调的，它同时也在强调它的 comfortness， 因为 GT2 是标配了4个座位的，所以后面是还有2个座位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300多公升的行李箱空间。OK， 我现在就来参观 GTR R35的 rear seat。OK， 把这个 Recaro Carbon Fiber seat OK 放倒。So 我的身高是178 cm， 很明显呢，我的头部已经是在这个后挡风玻璃上面了，是粘着了的啦。除非我做斜一点点，那我的腿部空间是还有。贴着这个椅子这样子啦，因为很明显它不是给 adult， 它不是给成人坐的。那从画面上你看得到，这个2个座椅中间有2个 Bose 的 subwoofer， 因为整个 GTR 是有11个 speaker 的 Bose 音响系统，而且是特别为这辆车子量身打造的音响系统。因为它除了是音响之外呢，像我身后椅背后面就用了 die cast aluminum。Door panel 里面也是有 die cast aluminium， 所以这样子的材质还有设计能够大大的降低这个噪音啊，车外的噪音等等，也能够提升音响的系统。坐在 GT2 里面，它不再是那一种很 raw 的 performance car， 很 raw 的 track car， 而是一个兼具赛道功力还有这个 premium 享受的。所以当然这辆车子也不便宜啦，所以你它是一个 balance 啦 ，OK， 你一样是虽然是一个很暴力很 basic 燃干烟佛的一个 GTR， 不过你在里面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个 premium car 一个 super car 应该有的一些质感这样子。你知道市面上的 GTR 啊，真的是不少啊，不难找到啊。可是一个原厂就有600匹的 GTR 喽 ，Oh my God！ 你在加速的时候啊，它的那个。哇，因为它是 6-speed DCT 嘛，所以它的 speed 哦，哇，它那个 upshift 的那个力量啊 ，My God， 它不是快，你知道吗 ？Of course， 我试过，然后。7 DCT 甚至是8 DCT 的 supercar， but 这个6 DCT is another story， 你知道吗？因为它是 4-wheel drive， 很 sharp， 你知道吗？它那个，因为我不是在 track 啊，我只是在一般的路面上、一般的道路上，我都 feel 到它。Holy， 你知道战神啊？3.8 litre V6 啊，为他们的这个 GTR 的4轮驱动技术啊，战神之所以叫战神，就是因为他能够在 Nürburgring 赛道上面创下比 McLaren、比 Ferrari、比 Porsche、比 BMW、比 AMG 还要快的圈速，而且它是一个日本品牌，它是一个 Japanese 的 supercar，you know？Oh my God！ 好像这条路啊，它很多那种小小的石头啊，沙石头那种东西，所以你驾这个100多万的 GTR 的时候啊，你会很担心说，
等下你跑完一轮过后回家，哇，很心痛，知道吗？这种专属的这种气啊、pan 啊会损坏掉什么，然后你要再去碰它、去 touch up 它又不美了，你懂吗？所以真的是要非常感谢这个 Craft Lab Asia 它sponsor这期 video， 因为这辆车子前面是有 front PPF 的。因为像马来西亚的这种路况啊，虽然没有什么车，不过很多石头、很多沙，所以你看我刚才在加速的时候，我都能够听到一点滴滴答答的那种声音。所以如果你没有 PAM Protection Film 的话，你会相当的心痛啦。这辆车子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安全措施，所以当你撞到一些 stone chips 啊、一些石头什么，它都会有 self healing， 就它自己会再 recovery 回来，因为它不是直接动到你的 metal 的。因为有时候你在赛道上面呢，除了马力、除了扭力之外，它的转向是重点啊。所以 GTR 无论是从以前的232、233、234都好，它真的是在各大的赛事啊，你知道吗？它都能够夺牌，都能够证明给那些人看说，什么叫以小博大。就是 I mean compare to 其他的来讲，Nissan算是一个相对不是以高性能车子作为主要核心业务的一个品牌。可是 Nissan GTR 甚至 GTR 这个名字已经远远的盖过 Nissan 这样好了。你要讲它很 comfort 要很舒服吗？这个是骗人的，你不可能会买一辆 GTR， 然后你要求要有我知道 GT 的意思是 Gran Turismo 啦，就是适合长途行驶的双门 coupe 这样子的感觉。可是 GTR 不是 ，GTR 只是勉强能够给你舒服 ，but who cares？ 谁在乎 GTR 要舒服 ？GTR 就是要纯粹，就是要暴力，就是要就是要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所以没有 GTR 征服不了的路面，没有 GTR 征服不了的赛事。就像我开头讲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GTR 常有 ，GTR Nismo 原装的 Nissan GTR Nismo 非常的罕见，所以今天能够开到这台车子呢，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机会不是每一天都有，所以真的是要非常感谢 Craft Lab Asia 提供本集的这个内容。那 Craft Lab Asia 是在这个位于 PJ， 他们主要的服务有 Wraps 就是汽车的包膜。还有这个PPF PAM Protection Film 还有做这个 Car Detailing 等等，他们的服务从1000多块到1万多块都有，就是看你要怎样子的 package， 你都可以到 Craft Lab Asia 的网站去查询，或者你可以直接来到这里。所以真的是我不确定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再试驾到这么珍贵的车子，也感谢这个车主愿意把车子拿出来，让我们的观众，让马来西亚的观众可以知道，马来西亚不是只有那些意大利跑车、德国跑车的，我们还有一辆这么罕见，还有人愿意去我可以讲投资吧，去投资一个 GTR R35。所以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集影片，也欢迎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订阅这个频道，也要上到 Craft Lab Asia 的网站去了解他们的服务。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如果你们对 R35 对 GTR 还有兴趣的话，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 GTR、R32、R343或者是 R34 ，We'll see and cut。